2018年9月的一天，一对亚裔兄妹走进了英格蘭北约克郡的一家药店，他们走向一排货架，拿了2大瓶酒精。这已经是他们本周第3次购买了。医用酒精通常用于消毒，普通家庭很少会有如此大的需求量。这对兄妹的反常举动引起了店员的懷疑，於是在他們離開後，店員選擇了報警。結果這竟牽出了英國近年來最詭異和恐怖的一起案件。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這起日本女子離奇死亡事件。吉武美智子出生於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她與一名英國男子結婚後，便帶着與前夫所生的3個孩子移居到了英國。這3個孩子分別是大女兒良子、小女兒麗奈以及兒子高弘。這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跨國家庭，沒有什麼特別。然而在1998年的時候，這段跨國婚姻走到了盡頭。離婚後，母親美智子帶着3個孩子搬進了位於赫爾姆斯利的一棟房子。從那時起，這個家庭就仿佛從世界上隱身了。他們家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甚至都沒有電話。鄰居們幾乎從未見過他們出門交際，即便偶爾在街上遇到，他們也只是匆匆點個頭，從不和人多說一句話。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他們卻選擇了與世隔絕的生活方式。雖然說選擇什麼樣的生活方式是個人自由，但這家人的行為模式顯然已經超過了大部分人的理解範圍。他們雖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卻過得像一個隱士一樣。然而在這個封閉的家庭中，有一個人曾經是例外，那就是小女兒麗奈。她曾就讀於當地頗有名望的瑪麗女王學校，這是一所私立學校。在學校裡，她是出了名的開朗活潑，同學們記得她很愛笑，也喜歡交朋友，是班級裡最受歡迎的女孩之一。1996年，麗奈憑借着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劍橋大學的獎學金，專攻語言學方向。能從劍橋大學這種世界頂級學府拿到全額獎學金，可見她的學習能力確實非同一般。在劍橋的日子裡，麗奈依然保持着那份熱情與開朗。室友們還記得，她每天凌晨5點就會起床去圖書館進行祈禱，這是他們家還在日本生活時就一直保持下來的傳統。但這並不妨礙她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打成一片。她的學業優秀，交際廣泛，可以說前途一片光明。那時的麗奈可以說是這個封閉家庭中唯一一道照進外界的光。然而這道光卻在某一天突然就熄滅了。劍橋畢業後，麗奈做出了一個令所有朋友都感到意外的決定，她搬回了赫爾姆斯利的家中。起初朋友們以為她只是回家休整一段時間，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他們與麗奈之間的電話越來越少，她的回信也越來越慢，最終她徹底與所有朋友斷了音訊。有人說麗奈回家後醉心於畫畫，成了一名藝術家，甚至還賣出過幾幅作品。但我在網上找了很久也沒找到她的作品，也沒見有人說見過那些畫作，所以至今沒人知道她畫的到底是什麼。總之，麗奈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越來越少，小鎮的居民們大多數甚至都不知道那棟安靜的房子裡還住着這樣一個年輕女人。轉眼時間來到2013年，這一年麗奈突然出現在當地一家診所，此時她已經完全不是10幾年前那個開朗活潑的劍橋女孩了。她面容憔悴，神情緊張，她對醫生說自己的情緒會經常莫名其妙的劇烈波動，甚至害怕自己會傷害家人。醫生為她安排了心理諮詢，但去了幾次之後，她便再也沒有出現過。沒有人知道她是因為治療效果不佳還是其他什麼原因。總之，她又回到了那個與世隔絕的家中，從此以後幾乎就再沒有人見過她了。接着時間便來到了2018年，出現了我們視頻開頭的那一幕。麗奈的姐姐良子和哥哥高弘開始大量購買醫用酒精，一開始店員也只是覺得奇怪，但並沒有多想。但後來隨着他們購買的次數越來越多，店員終於忍不住好奇地問他們買這麼多酒精做什麼。高弘告訴店員酒精是給他妹妹買的，但當店員問他具體用來做什麼時，他卻支支吾吾地說不清楚，這引起了店員的懷疑。而且更重要的是，每當店員靠近他們姐弟的時候，就能聞到他們身上有一股非常強烈的腐臭味。要知道藥店的店員也是学医出身的，這種味道似乎喚醒了他的某種記憶，於是越想越覺得不對勁的店員最終還是選擇了報警。9月25日，警察來到了吉武家的房子前，母親對警察的到來表現出了強烈的抗拒情緒，但警方還是強行進入屋內進行檢查。對了，網上還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警方其實是接到公寓外牆裝修工人的報案，說從這家人屋裡聞到了強烈的腐臭味才出的警。不過反正具體原因也不重要啊。警察剛一踏入吉武家，一股濃烈的惡臭就直衝天靈蓋，其中還混合着刺鼻的酒精味道。他們沿着樓梯上到2樓，發現臥室的門敞開着，一張床墊就直接放在臥室的地板上，一個人形物體躺在上面，被子一直蓋到脖子的位置。從遠處看的話，還以為那只是一個熟睡的人，但走近之後，所有的警員都被震驚了。據當時在場的護理人員凱倫·湯姆林森後來回憶說，很明顯這個人至少已經死了好幾周的時間，他的身體上爬滿了蛆蟲，並嚴重腐爛發臭。
即使是見慣了屍體的專業人員都忍不住的反胃。沒錯，地上躺着的那個人正是麗奈。法醫對他進行了屍檢，但由於腐敗程度太過嚴重，已經無法確定具體的死因了。但法醫發現這具遺體瘦的只剩皮包骨頭，生前有很嚴重的營養不良問題，但沒有發現外傷或中毒的跡象。但最令人震驚的事情還在後面。大家可以想啊，這時警察肯定會詢問家人麗奈是什麼時候死的，她是怎麼死的，為什麼他們不報警，對吧？但吉武一家的回答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他們說麗奈根本就還沒死。姐姐良子說妹妹明明還有呼吸，甚至還有體溫與脈搏，不明白警察為什麼說她已經死了。哥哥高弘也是同樣的看法，而母親美智子則是沉默不語，但她眼神中沒有任何情緒，仿佛他們在討論的是一件和她毫无關係的事情。麗奈的遺體最終被警方帶走了，但那張空蕩蕩的床墊還留在原處。這個家庭仍然固執地相信麗奈只是去了某個地方，她還會回來。這種狀態持續了數月之久，直到專業的心理醫生介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溝通，這個家庭才終於慢慢接受了現實。也是從那個時候起，人們才開始從他們的嘴裡一點一點地拼湊出麗奈死亡的全過程。2018年的時候，麗奈的父親在日本去世了。雖然父母早已離婚，但這個消息仍然像一記重錘，擊碎了麗奈本就脆弱的內心，讓她陷入了深深的抑鬱。從那時起，她便開始拒絕進食。雖然家人們也曾試圖勸她吃點東西，但麗奈總是搖頭拒絕。她偶爾會喝一點水，然後就繼續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躺就是一整天。就這樣，麗奈的身體開始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弱下去。她瘦的只剩下皮包骨頭，連起身上廁所都變得異常困難。最終，她虛弱的已經無法離開床鋪。任何一個正常的家庭在這種時候都會尋求醫療援助，對吧？但吉武家卻沒有。姐姐良子和哥哥高弘後來給出的解釋是，他們很害怕，但他們也說不出具體害怕什麼。我想這種恐懼可能源於他們20年與世隔絕的生活。對這個家庭來說，外面的世界是陌生的、可怕的、不值得信任的。他們寧願守着虛弱的麗奈，眼睜睜看着她一點一點地滑向死亡，也不願向外界尋求幫助。他們還說這是麗奈自己選擇的道路，也不知道是出於自我辯解還是真的這麼認為。直到8月下旬的某一天，麗奈終於停止了呼吸。接着事情就進入到了最詭異的部分。當麗奈咽下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她的家人就圍坐在床邊，但他們不相信麗奈已經死了。姐姐良子說，他們只是覺得麗奈突然就不怎麼說話了，甚至連一點東西都不吃了，家人還一直勸她要多吃多喝。大家想啊，一家人对着一具已經開始腐爛的遺體告訴她要多吃東西，就像對待活着的人一樣，這幅畫面光是想想都讓人覺得毛骨悚然啊。良子還說，麗奈雖然沒有吃東西，但她看起來像是在通過靈魂來獲取營養，她正在被精神食糧滋養着，看起來很滿足。如果只是一個人這麼想，也許還能解釋，畢竟精神疾病嘛，也都能夠理解，是吧？但一家人同時患有相同的精神病就十分罕見了。不過在醫學上有一個專業的名詞來解釋這種現象，叫做感应性妄想障礙。這種精神疾病通常發生在關係密切，尤其是與社會隔絕的小群體中。一個人的妄想可以傳染給其他人，最終導致整個群體都陷入同一個虛假的信念之中。而吉武一家就很像是這種情況。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更令人脊背發涼。8月的英格蘭雖然已經沒有盛夏時的炎熱，但白天的氣溫仍然足夠讓一具屍體迅速腐敗，細菌迅速在體內滋生，肌肉等人體組織也開始分解，腐爛的氣味從臥室蔓延開來，越來越濃烈刺鼻。但吉武家的人似乎對此毫無反應，他們繼續生活在那棟房子裡，和一具正在腐爛的遺體共處一室。他們還給他蓋上被子，仿佛床上躺着的只是一個熟睡的人。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將近40天。然後在9月中旬的某一天，可能是他們也終於受不了麗奈日漸腐敗的遺體了，於是決定做點什麼。良子和高弘開始頻繁出入當地的藥店，他們買的東西也很簡單，就是一些醫用酒精。大家都知道，酒精的主要成分是乙醇，通常用於醫療器械消毒和皮膚清潔，它確實有殺死細菌、抑制微生物生長的作用。但在專業的遺體防腐處理中，需要建立一整套複雜的流程，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完成的操作。至於吉武家用這些酒精具體做了什麼，其實官方也沒有給出詳細的說明，在一些新聞報道裡也只是用了防腐處理這種籠統的說法，但推測無外乎是用酒精擦拭皮膚，或者直接將酒精注射進死者體內這兩種方式。這讓我想到，在2021年的時候，印度也發生過一起類似的案例，一位名叫維馬爾的男子在家中去世，但他的家人同樣拒絕相信他已經死亡。當屍體開始腐爛時，他們用清潔劑反覆擦洗他的皮膚，
這些化学物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細菌的生長，延緩了腐敗的進程。這種狀態持續了整整18個月。後來人們發現維马爾的遺體時，他的皮膚已經變成黑色，身體也呈現出部分的木乃伊化。而麗奈的遺體最後被發現時，也呈現出部分木乃伊化的狀態。但這也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麗奈還活着，為什麼要用大量的酒精來護理她呢？這種行為是不是本身就暗示着在他們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或許已經隱約意識到了真相，只是無法接受罷了？最終這起案件進入了司法程序，吉武家的3名成員，母親美智子、姐姐良子、哥哥高弘被指控妨礙合法丧葬。這是英國法律中的一项罪名，是指在某人死後阻止对其进行適当的丧葬安排。如果罪名成立的话，他们可能面臨监禁或罰款。然而檢察機關最終決定撤銷起訴，理由是繼續追訴不符合公共利益。這個結論的主要依據來自一份詳盡的精神醫學評估報告。專家認定吉武家所有成員都患有一種極為罕見的精神障礙。雖然他們沒有對外公開具體細節，但考慮到他們一家20多年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們患有的很可能就是我們之前提到過的感應性妄想障礙。不過無論具體診斷是什麼，有一點是明確的，警方認為這家人並非故意隱瞞麗奈的死亡，他們是真心相信她還活着。起訴被撤銷後，吉武家的成員們回到了他們的生活，如今他們依然住在赫爾姆斯利的那棟房子裡。鄰居們偶爾會從窗簾的縫隙中看到1-2個身影在屋內移動，但沒有人知道他們現在過得怎麼樣，也沒人關心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他們依然過着深居簡出的生活，那个家似乎就是他們全部的世界。最後再來說一個未經證實的說法，大家應該還記得，麗奈在劍橋讀書時，每天清晨5點都要起床進行祈禱。她信奉的是日本的傳統佛教，她的室友們對此事印象深刻。當時他們覺得新奇的同時又非常欽佩，一個年輕女孩在繁忙的學業之餘，仍然堅持着來自故國的宗教習俗。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在日本的佛教傳統中，存在一種極為罕見的修行方式，被稱為即身成佛，意味着修行者需要通過漫長的苦修，包括極端的飲食限制，來使自己在死亡前就開始木乃伊化的過程。他們相信，通過這種方式，肉體可以在死後保存下來，靈魂則會進入一種被稱為得道的深層精神狀態。其實在我們國家也有類似的說法，畢竟日本佛教就是從我們這裡傳過去的嘛。很多高僧死後，遺體甚至可以保存數百年之久，信徒們相信他們並沒有真正死去，只是進入了一種超越生死的境界。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麗奈的死亡是一次即身成佛的過程，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還記得良子之前說過的那番話，他看起來像是在通過自己的靈魂來獲取營養。雖然他不吃東西，但他正在被精神食糧滋養，他看起來非常滿足。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一種感覺，這段話不像是在描述一個正在餓死的人，更像是在描述一種宗教體驗。當然，至於事情的真相到底為何，作為外人的我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了。